Sorry 大家，我不知道，我有时候接讯息的时候就会一直想哭，因为我觉得很感动，心轮一直在震动。大家早安，今天是我在里斯本的第3天，算第3天吧，第4天。如果第1天到的时候不算的话，我现在人在他们的贝伦区，也就是比较靠海的地方。然后我今天大失算，就前几天就想说天气很好，穿短袖 OK，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比较靠近海的关系，所以好冷哦，我的天哪！我想说我就穿这样应该可以吧，结果超冷。然后呢，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待在有太阳的地方，不然我现在有点冷到都在起鸡皮疙瘩。那我今天第一个行程呢，是去他们在这一区最有名的修道院，叫做热罗尼莫斯修道院。然后它非常非常的大跟惊人，修道院它的主体的建筑是不是超级无敌美的？我今天的行程除了等一下逛完这个之外，还有约一个之前有见过面但是不太熟识的朋友，他刚好人也在普塔，想说大家就约吃个饭。我需要太阳，我真的需要太阳。现在大概就是体感18度我穿成这样 Oh my god， 我真的是吃蒜。哇哦，这个阳光 Oh my god。我现在一进来就会是疯狂起鸡皮疙瘩，狂起鸡皮疙瘩，然后整个到现在还是整个能量流从我的身体然后往上窜。这里真的有一股很特殊的能量耶。我先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地方它记载着什么？因为葡萄牙它是全世界有在历史记载内第一个走出海的人，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在大航海时代，其实葡萄牙那个时候在探索这个地球未知的边境，所以他们就是想知道说地球真的是平的吗？还是地球是圆的呢？还是这个地平线是怎么运作的呢？我记得甚至福尔摩沙这4个字也是葡萄牙人给台湾的一个美名嘛。然后如果你在里斯本的市区，其实你会找到一间叫做 Formosa 的台湾餐厅，里面就有卖一些卤肉饭还是我今天去吃啊，就是有卖一些卤肉饭、牛肉面、盐酥鸡传统的食物。然后呢，这栋建筑物它的历史其实大概讲一下，当时他们还是非常的信奉很多宗教嘛，所以这个很大的修道院是当时的国王下令要给圣母玛利亚，因为谢谢圣母玛利亚守护第一位从葡萄牙航海到印度的航海家，他叫做瓦斯科达伽马。这里原本是一座很小的教堂，可是因为航海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工作，因为当时大家都很未知，甚至航海技术各方面都很不熟悉，所以对于葡萄牙当地人来讲，祈祷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所以原本这座小教堂开始因为集体意识跟航海越来越盛行，然后变成一个大家都会来这里好好祝福所有出海的人都可以平安归来的一个小地方，现在变成一个大地方了。所以这里就记载了很多那个时候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为这个世界跟为这个国家做了贡献。然后包括这一栋建筑，它的设计也很不一样，它的设计叫做曼纽尔式建筑。这个建筑的风格只有在葡萄牙出现，它同时融合了3个元素，第一个是哥德式建筑，第二个是摩尔式的几何图形的象征，所以你可以在这一栋就是这一个很大一片的地方找到很多有关于几何图形啊，加上一些航海元素，他们会把一些贝壳然后绳索，然后一些所有你在航海的过程当中会有的东西都设计在这整栋建筑里面，所以这个是葡萄牙独有的一种艺术风格嘛。又加上我之前有跟大家讲的，葡萄牙它其实是第一个欧洲最快觉醒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把所有的中世纪信仰然后再结合文艺复兴的这个过程，他们打破了很多宗教的旧有观念，他们就是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是神就在你的内在里面。包括这一栋的建筑也是，我们把所有的包括宇宙元素的东西然后结合在建筑，结合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同时内在有信仰，也愿意往外去探索更多未知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其实就是相信天，也相信自己，也相信整个万物之间的平衡，他们是第一个找到平衡的集体意识的国家。我去过欧洲这么多国家，可是这里的教堂也好，修道院也好，空间也好，它真的有完全不一样的能量，那种能量是很阴阳平
平衡，又结合新世代内在精神信仰的那一种完整性。所以我觉得大家来葡萄牙一定要来这里走一趟，这里有好多值得你去探索的历史跟故事。我发现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应该会在这里待上一整天。我现在其实从门口到这里大概才走了100公尺吧，然后我就一直疯狂下载讯息，疯狂下载讯息，疯狂下载讯息，有好多想要在镜头里面透由我的声音表达的很多讯息想要跟大家讲。好，为什么每次到这个时刻我就会想哭？首先呢，这一整栋建筑物包含我们等一下其实根本还没有走到的修道院本人，现在只是航海博物馆而已。我接到的讯息是，其实这一整栋的建筑物是一个很重要的灵性门户跟能量通道。那这个能量通道是穿越很多跨维度频率旅行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进到这里，你会突然有一种时间静止跟时间不存在，因为这里的确从建筑物的制成，他们其实是对准，就是他们上面其实是有一个，我不知道那个叫做什么样子的东西，就是他们在整个建筑物的上方是透由精密计算后的角度去对准整个太阳的天体线嘛，然后呢，加上这里的结构全部都是用神圣几何的结构去做成的。这里所用的石材叫做食盐灰。食盐灰呢，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建材，因为它有很多精密结构在里面，所以它是可以吸那一些声音跟能量的。它就跟水晶一样，所以它可以储存很多大量的能量在里面。这一个栋建筑物花了100年盖成，然后是大概在1500年15世纪左右的时候盖成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从15世纪到现在21世纪这几百年的声音、几百年的历史、几百年的生活印记都被储存在这个大量的载体当中。所以你其实只要静下来，是可以像阅读阿卡西的资料库，一直下载一直下载一直下载很多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多他所想传递的能量。其实葡萄牙它真的在整个灵性觉醒道路上占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原因是因为呢 sorry 大家，我不知道，我有时候接讯息的时候就会一直想哭，因为我觉得很感动，心轮一直在震动，因为我觉得这些历史好美，就很像是你来到这个空间，你连接到这几百年几世纪的能量连接，你就会觉得看似时间很远，可是你们离他，就我们离他们好近。他们留下了好多讯息，想要告诉后代的世人们生命的本质跟意义是什么。葡萄牙它是一个在亚特兰提斯帝国那个时候所设置的能量网格的其中一个西端的出口，所以在整个大西洋海域底下其实就是亚特兰提斯的文明。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家可以回去听我的 podcast， 所以最后他们把这些文明封印在海底，而葡萄牙是第一个透由出海来探索这个世界的位置。为什么会有这些天文学，然后会有这些有的没的，是因为他们开始离开陆地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导航，所以他们必须得信任宇宙，信任天体，所以他们开始探索这些东西，他们开始去感受信仰以外宇宙是不是有更庞大的能量讯息在指引着我们。高灵们选择让葡萄牙当做第一个灵性觉醒的地方，然后去将这一些能量被开拓跟开放。然后他们其实在葡萄牙的不同区域，贝伦区还有其他区域设计了很多能量点，就是为了让人们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可以被调频，可以被启发， DNA 可以被活化。所以大家可以的话，真的可以来葡萄牙走一趟，你会发现你有很多记忆跟很多细胞会被激活。给你们看好美的天气。他们有一整个展区都是在展他们的帆船，实际看到本人去看那个比例才发现 Oh my god 真的巨爆大耶。你看这是他们的桨，他们的桨极长，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果然要驱动一艘船它需要多少的动能，超厉害。你看
非常推荐大家早点到，我大概10点到的，10点的时候这里完全没有人，然后现在是11点半，超爆多人，而且我刚刚只是才逛完他们的博物馆而已，我还没有到他们的修道院。给大家看满满的人潮，我都不知道原来要排这么长的队才可以进去里面。来里斯本终于吃到他们的海鲜烩饭，我点了是章鱼口味的，因为他们海鲜主要还是他们的主食，旁边就是很多很多的海，所以他们必吃的这个海鲜烩饭，为什么叫烩饭？因为它有这种带起司黏黏奶油的饭，然后再去混合这些很鲜的奶油味。它跟其他餐点不太一样的是它真的是烩饭，就有点像是起司底。然后他们有的其他的餐厅，他们是有点像海鲜粥，就中规中矩。这一个就是他们螺旋式往上生长，很像 DNA 一样，所以在这里有一种很深的进化频率。然后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贝壳的形体在这个地方，也就是代表他们海洋的寓意。我今天中午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说天哪，也太多人排队，那个排队的人数感觉你要排1-2个小时后，我就先出去吃饭就回来嘛。然后这次回来我排个10分钟我就进来了。然后我跟大家分享这里，我坐在旁边的这个小空间，静静的去感受这个空间。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一个建筑物的设计是五角形的矩阵，就是这样子往下一看，我想说 Oh my god， 五角形，而且它的矩阵很酷哦，它是1、2、3、4、5。怎么讲呢？它看起来像是4边形，可是它其实整个设计是5个层面。我才知道原来他们那个时候建筑师在一开始建他们的时候，就把五角形几何图形的能量寓意就把它设计在里面。为什么呢？你看哦，我们人是不是有5感？我们的东西南北中是不是有5个？我们的4大元素加上合一的风水土火，然后基督又5伤，然后玫瑰圣母又象征着5个半环，五角形又蕴含了一个1.618的黄金比例，所以他们当初设计这样子的矩阵图形，也是为了让修道士在这里可以每天这样子透由行走的方式，1圈、2圈、3圈、4圈、5圈、6圈、7圈，就代表你从海底轮到顶轮的合一。所以大家如果有来这里的话，也蛮推荐大家就可以安静自己一个人走，然后绕着这一个圆圈回廊走7圈，走完7圈之后，我相信内在会有很多东西就像螺旋状一样被转化、被转化、被转化、被转化。走太久了，所以我坐在附近的一个小餐车的一个户外用餐区，然后外带他们的蛋挞出来吃。现在应该是最有名的蛋挞，因为我看排非常非常多人，但其实除了这一间之外，旁边有一堆在卖蛋挞的店，去看。跟我吃过蛋挞完全不一样，你们看它这个地图，它是千层的皮，它不是像肯德基蛋挞，它是完全脆的，就是它听不起来会硬硬的那一种，可是是很好吃的，然后内馅也好吃，但我觉得内馅有点甜，就是我配那个柠檬水。趁在吃的同时，我也来跟大家讲讲蛋挞的历史好了。为什么葡萄牙这么多的蛋挞又那么有名？是因为我们刚刚去的那个修道院呢，因为他们以前在道士跟那个修女她在修道的时候，他们会用大量的蛋白，也就是蛋的蛋白来色化她的衣服，然后让它变得更白更亮这样子。你猜猜看，那我就用大量的蛋白，那蛋黄去哪里？就是做成蛋挞，他们就发现到说，原来蛋黄再加糖，再加一点鲜奶油，它就可以变成很好吃的甜点，所以他才开始就是把这些用不到的蛋
黄拿来做成蛋挞。在18世纪左右的时候，因为大量的信徒嘛，所以很多信徒他都会在不管是斗内一些教会、斗内一些教堂、斗内一些修道院，所以那个时候的修道院的金钱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他们就拿到一些 donation 之后，他们就会拿去买土地、买黄金、买很多，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些宗教人士他们的权力跟甚至是金钱是大于当时的国王跟政府的，所以那时候国王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就以想要改革创新、想要新世代崛起的思想跟观念之后，他们就大量的关闭所有的修道院，然后强势把他们的教会回收回来。因为这样子的历史脉络，他们就被迫被驱赶嘛，他们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可是那个时候在热罗弥莫斯修道院的一个道士，他就把他们常做的蛋挞配方给旁边一个制糖厂。那个制糖厂是谁？就是他们家。为什么他们家这么有名？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开始大量生产蛋挞的一个工厂，所以他拿了这个配方之后大量生产，才因此在这一个区域开始扩散开来。很多人就开始为了这个蛋挞慕名而来，然后把它当作是一种小时候吃到大的一个甜点。Você é meu fã, sou Afrodite. Você olha desejando do melhor de nós. Pensando em você dia a dia, aquela garota aqui que eu encontrei. 我现在在贝伦塔旁边给大家看，贝伦塔现在长什么样子？长得像整修的样子，所以我就想说算了，就不要进去好了，我就在旁边的这个河堤走一走，然后我刚好看到他们有在卖 sangria， 所以我就点了一杯，然后他们店家又有椅子，所以我就坐在我现在正前方就是他们的河，巨爆大的河，然后旁边是贝伦塔。现在时间刚好是下午5点左右，所以他们太阳正在下山，不是一个特别艳的阳光，但又有点舒服。这种阳光最适合去疗愈自己的太阳。我教大家怎么做。这种阳光，你就是观想这个阳光照在你的太阳。其实全部脉轮都可以，但是因为阳光是火的力量，火又跟太阳有关系，所以当你内在可能这阵子一些行动力或者是自我价值有一些不稳定的时候，就可以透过阳光原来的力量去晒自己的脉轮，它就会帮你去做很好的平衡。所以现在呢，边坐在这，然后边看夕阳。